普普通通的，主要是能从墙面上看出来。就是以前就就是做出这个来哈，然后呢就那个把这个白的地方给刮了，或者再印一点这个白的石灰。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文艺复兴典型的风格，在文艺复兴大概是16几年做的，在布拉格上有不同的建筑风格。东里在城堡区可以看到，和他的父亲在1344年。在那边哈动工建造这个教堂。这个大教堂呢，只是因为查理斯六世第二年，到1918年的10月28日，这个教堂捷克在1918年的10月28日独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独立，这个教堂都没建完。在1929年的9月28日，然后这个教堂才正式对外让教徒到里面去做礼拜。等于是这个教堂呢做了600多年时间才盖完的，典型的哥德式的建筑风格啊。然后哥德的建筑风格的特点呢，就是有飞扶壁。然后那个彩绘玻璃窗，你看这两个塔尖哈，这两个塔尖，今天的行程将前往波西米亚国王的住所旧皇宫，现今捷克总统选举皆在此举行。接着前往历代国王加冕的圣维特大教堂，是布拉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标。而教堂内的彩绘玻璃是艺术家木下的作品，为这个1000年历史的教堂增添不少现代感。随后来到卡夫卡笔触下的黄金小巷，铺实的狭窄巷道两侧，色彩缤纷的房舍比邻而立。目前房舍多已成为各式纪念品的个性小店，而门牌22号水蓝色的房舍是昔日作家卡夫卡写作的场所。总统邀请各国领导人在第1庭院举行欢迎仪式，鸣礼炮地方，然后就从那个门洞进去，然后往左手边的有一个阶梯上去以后往右拐，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第2庭院的那个总统，第2庭院那个总统席地，我再跟大家讲。好，现在你们呢正好。可是啊，在2次大战呢结束的时候，根据雅尔达的合约啊，当时的呢这个苏联要求它的国土要向东边扩展，那波兰的领土啊就要割一块东边的向西边扩展，所以波兰的东边割了一块给呢苏联。那为了要补偿波兰，就把呢这个西里西亚，也就是后来属于德国这一块，割让给了呢这个波兰。所以呢，这是2次大战之后所形成。但是在捷克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是属于西里西亚地区。来各位呢，这样。皇帝的时候，他跟土耳其打仗。它是转折点，也就是说土耳其军队已经就基本上到了维也纳的城下了，然后但这个皇帝他跑出来，他跑到布拉格来了，他等于脱逃，但是他在这边指挥，他怎么指挥呢？他让一个波兰的一个黑河会打仗的一个将军从侧面，土耳其人都不知道，这是秘密的事情，侧面骑着马就过来，就把一部分的人堵在了维也纳的一部分人就根本就不知道前面出什么事儿，策略吧就是这场战争转折性的就发生这，要不然就维也纳就会沦陷了，就被土耳其占领了这个原因。这个呢看的是那个是一口水井水井，以前旧皇宫人享用的一口水井，这口水井16米深。以前呢，那它的水从哪儿来呢？就是伏尔塔河的水。因为他是元老级的人物了他已经不站岗了，基本上就是可能是个什么头，这个人也基本上见不到。重要的是他们才出现，他们的身上有一个臂章，这个臂章呢就是这个，
它其实呢是有说头的。比如说这个哈双尾狮是波西米亚的象征，黑白格那个红白格是西里西亚，这是摩拉维亚，等于说这个是7.8万平方公里，一共有3个区域，波西米亚、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然后这3个区域住着、生活着，养育着1000多万捷克人，就在这3个区域里生活着啊。然后比如说把它看了地图的话，那这边就是德国啊，32万平方公里，然后这边是波兰，也是30几万平方公里。以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旁边以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在一起，从1918年在一起，一直到1993年。才和平分治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全部的领土面积呢是13万平方公里，现在分出来，斯洛伐克有5万，捷克7.8万。然后以前呢，他们的那个领土面就是那个是匈牙利，现在呢是变成那个斯洛伐克。中间的塔尖94米，然后中间的塔尖的底下呢有一个圆的玻璃，大圆玻璃。大圆玻璃左右2大角各有一个3列的梅花窗，3列的窗，3列窗的旁边各有2个现代人穿西装，所以如果你要看到4个现代人就对了，有看到吗？大圆玻璃底下各有2个这边一个，那边一个3列窗。然后呢，两边各有2个现代人穿西装，说明这个建筑师自己给自己放在上面。好，这个教堂呢叫圣维特教堂，这门上是有一些故事的哈，比如说中间有一个箱子，箱子上有拍照了圣维特大教堂，走到底，对，走到底出来之后还有5点圈，然后在那边集合，这边呢拍到圣维特教堂。进来之后呢，要把票收起来哈，和其他地方要。进来之后可以拍照，不能用闪光灯。这个教堂呢，大大小小的算起来，一共有20几个小礼拜堂，这些都是小礼拜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彩绘玻璃窗，最上面呢就是上帝，然后底下呢是一个白鸽子叫圣灵，在底下是圣光，照在2个女人的身上。穿绿袍的是圣母玛利亚。旁边呢戴白围巾的那个人，就捷克的第1个国王和他的妻，他叫伊德米拉，她跟她的丈夫最早把一个个的小公国给统一起来。是我们人普通的老百姓看到的一些事都应该做的一些事，做的好事。比如说中间往上有一个人晕倒了，那可能要给他点水喝或者进行急救。那这边呢给路人水喝，请饿的人回家来吃饭然后这边是照顾生病的病人，给死去的人做葬礼。因为捷克呢是45%的人是信仰宗教的，所以做这些事儿。这个教堂确确实实人寿保险公司赞助这个建的这个礼拜堂，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不是在圣经里面的故事，就可以普通老百姓的祭拜。比如说中间往上走，因为它是保险公司做的嘛，他就允许他在这儿画的广告，他们能保什么险呢？比如说中间闪电、雨点和太阳，说明能保。
个箱子，箱子上有一只手臂吗？有2个人抬着这个手臂，其中有一个人就叫瓦茨拉夫，他是捷克的，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戴白围巾的那个人，他的孙子。那因为他的父亲都去世很早啊，然后呢，他在18岁左右就担任了。在这会议中呢，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就把圣维特的这只手臂要到了捷克，要一个圣人的手臂，要一个圣人的圣骨为什么重要？因为那时候捷克刚刚被推翻基督教，有圣骨，说明能跟神。它是14世纪的生物，它是光是石化石才做的，所以它是巴洛克式的做的，巴洛克式的。照，我可以看路径。Sorry, I have some like
出来之后。你这样画吧。居然中间也没有破土作为支撑，它就居然能盖出来这个长100多米、宽30米、高30米的这样的，没有钢筋、没有水泥、没有钉子做出来的这样的7个梅花的顶点，这个就是一个建筑之谜。而它的地，这个顶的地在哪？这个当时建筑的目的是建和跳空，今天呢是总统宣布就职仪式和总统奖项。来，现在我们进这里面，来这边啊，这边看一下这个东窗事件呢引起来的30年欧洲的宗教战争，就是在捷克东窗事件这个窗口当时捷克是进入哈布斯堡王朝，那个有2个总，这是2个总督，这2个总督呢是哈布斯堡王朝派他们来治理捷克这个区域的。当时有捷克的27个大公国，是新教坚定的信仰者。那如果你要是被规范的一种新教一种教哈，然后你再改其他教义，那就谁都保护不了你。比如说，我又想信基督教，又想信天主教，又想信佛教，那不行的，哪个教都保护不了你的哈。所以他们就想，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信仰新教，那哈布斯堡就是那个成员国，他们的国教是天主教，他们不允许新教，认为新教就是一个异教。后来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是谈判，但是没有谈好。愤怒的27个大贵族就惹怒，就把窗子打开，把2个总督和一个文书人就扔下去了。这个垂直高度14米高，但是3个人都没有死，正好底下放着生活垃圾，牛粪堆、马粪堆、生活垃圾就封闭起来了哈。然后他们就宣布独立，变成一个新教的国家。就从这天开始，一直到1620年的11月28日，就等于1年半的时间。这1年半，捷克独立了，变成一个新教的国家。Chiede a escuchar. 这
斯瓦王朝之后才慢慢的又重新建的这个教堂。所以从这个讲呢，给我一个提示哈，就是无论一个王朝、一个时代或者我们个人来讲，都有一段就比较黑暗的时间，就要等，要忍要坚持走过去，才会有。心酸。对，要经历这个辛酸。来，咱。我要。约爸爸。你要加油。掉下去。对，要不要？我好像我要不要？关门。这边是古城区啊。这个圣尼古拉斯教堂呢，是30年宗教战争之后，这边是以天主教胜利了而建立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堂。莫扎特曾经在这个教堂里，就这个圆的在那个桥下吃那个然后呢，这个对啊，有没有？像查理大桥。然后看是。然后那个约翰内穆布克的银棺木哈，那个约翰内穆布克，他的雕像是从这儿数1、2、3、4第4尊，就是说这个房子从这儿数的哈，1、2、第4尊，它是唯一的一个青铜色的，而头顶上有5颗光环，手里拿一个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然后那个底下有被摸得亮亮光光的。马场各位哦，对，这个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才在，这其实啊，它原本这是它的第3座桥啊，原本呢它还有一座木桥，后来啊是在1170年的时候，波拉迪斯楼是2世的时候他建造的呢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对面那里是小城区，小城区为什么有2个桥塔？对面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老城桥塔，因为呢左边呢这个就是原本的朱棣士桥，它的桥塔，好，但因为在1342年被冲毁。所以呢，在1357年，查理四世国王他要连接两岸的交通，才决定要建造这座大桥。有人曾经问过呢，查理四世国王对他父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座大桥。
布拉格能够发展跟这座桥息息相关，是那个水都不宽啊，有点像路桥。So many great things for the country. Sabina. 上面凉多了。外面上来上面吃就好，下面那个。 哪里？那个。
看我的房子。有没有掉？比较凉啊，这温度非常凉。这个叫吗？那你买给我耶？来了，我帮你来了。这个我现在我也做过，那不要太多，慢慢讲，你也可以自己买。太多。要真的好，那是真的看那里，我是假的，不是假的看那里。对啊，你要告诉爸爸，人家会老师都会知道吃有啦，后来他就去设计，后来他被骂，我被骂。有。
是想要喝饮料了。我买2个就好了，好不好？好。他们2个。190跟花味道。然后你要关。拜拜。顺便拍啊。放在一起就好。要什么？这样。还要吗？这样。好的。哦，那这个有的像那种弯弯的那个是葛驴子，啊，然后旁边呢，捷克的烤鸭就是要搭配呢这个紫色的呢这个酸菜，哦，另外啊一个一个圆圆的，就是我们中午船上吃的。这是我要塔。上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由希特勒所做的塔。